有一种生活的内敛和沉淀，不断提醒我应该常时多回的观看新的风景，才会孕育而生。在老街就像之中散步，有许多精彩的老屋店家，他们绽放自己素人的美学，非常迷人。这样的清晨，走在5分车的铁轨，感觉好像回到17岁谈恋爱一样。哦，那是你的17岁，我倒是有点时光倒流，走进历史的长廊，那样子的感觉跟你不太一样。台湾有很多的县，都有2个层的那种矛盾对立跟微妙的。你说计声语和声量这样？对对对，譬如说宜兰的罗东跟宜兰，对，或者是桃园的中立跟桃园。那我为什么选择斗六跟虎尾？因为我觉得它最好玩的地方是，他们都是在铁道线上，但是斗六跟虎尾不一样，一个有铁道，一个已经失去铁道，可是马上有高铁进来。那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强？特别先提到虎尾的地方，是因为它是本来就是一个蛮荒之地，就几个农民在那边开垦的地方。日本人当时设一个台湾最大的糖厂在这个地方，所有的城市、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公共设施是从这个糖厂里面就慢慢把它开拓出来的。所以这个城市我们叫糖都也对。我觉得光来这边闻空气，浓浓的糖的幸福的味道，我觉得就会，它有另外一种的我觉得好玩的。我就是要介绍讲虎尾边较济，你还有啥？哎，我今天弄到你传好好啊哈，走走桥。In heaven, on a balmy shore, where dreams are more than just imaginary things. 站在糖厂看到一切的感觉都非常的赞叹。我觉得成就一个糖都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是集合众人的力量，从最底层的蔗农，透过人才、机器。然后将这样子的甘蔗倒入5分车厢里面，再运送它，到最后呢，到糖厂去压榨、蒸馏、结晶、分蜜。好，可惜因为外销便宜的糖，过去的那个繁华已经过去，现在糖业没落了。我建议可以仿效日本冲绳黑糖，走精致化的路线。这个地方就是当时候糖厂所建的时候的日本的员工的宿舍，因为第一批大概来了190个人，然后他们就住在这边的宿舍里面盖的，所以如果按照时间推演的话呢，它将已经超过100年多一点点了。那当时候呢，因为物资比较缺乏，所以房子的材质会比较差一点点。所以这时间久远之后，再加上它已经人去楼空，所以呢，它整个房子呢就很可惜的地方就开始慢慢坍塌了，然后一些腐朽的败相就出来了。可是我总觉得这个地方实在太梦幻了。我在糖厂
常常看到那种日据时代的宿舍。那像虎尾安呢要拆不拆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会输给斗六。我想在文创跟这样子的一些的老的建筑中间，一种怀旧，再加上它有另外一种的氛围，我觉得应该还是必须要赶快抢救哦，给它让它新的生命，让它有更多的人能够进来参与这个事情。我觉得台坛应该用更大的心胸，把这个空间呢做一个释放，但是也做一个解放的动作。虎尾糖厂让虎尾从一个蛮荒之地变成了唐都，吸引了许多外来人口。这些人就在5分这铁轨附近聚集了起来，成了一个外移的村。现在走在铁路沿线，都可以看到一些小市集、住家、民间信仰的一些小庙，还有一些特有的现象。虎尾大概105年前的时候，因为糖厂，然后这个城市呢就无中生有建立起来，所以整个城市的规划乃至于一些的行业的其实是绕着这个糖这个行业来出来的。所以铁轨呢，它一定是当这个生命线。那生命线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间，那这个地方呢又因为然后交通比较不方便出入的地方，所以它是城市里面的另外一个，虽然在市中心，可是它是一个边陲地带，所以所看到的那几户人家，它就属于红灯户，就在那时候所创建的100年前的时候的店呢，就一路这样延续过来的。火车站铁轨的旁边有这样的行业是非常正常，因为如果在太市区，人家也不欢迎。可是，在铁轨上咚咚咚咚咚的，好像有一种微妙的特别的那种声律声，对，微妙的语义很好玩。而且一般人住家不会住在铁轨旁边，因为就觉得很丑很吵嘛。所以我想可能。就是一种的城市里面，它必须要隐藏，然后做适度的放置的一个点吧。你知不知道斗六也有这样的行业？可是它没有铁轨。它是在哪里？给你猜看看。我不知道。菜市啊。那就有趣了。有趣了。我现在搞不清楚为什么在菜市场旁边。OK。铁道旁边是合理的。菜市场是买菜的地方，哪几个要去这个地方的人会跟想到菜市场？太太去买菜，男生去办事儿。好，走吧。你几家咧过平交道？对啊。几家咧过偌久啊？都18年左右。18年，我嘛足久啊。系啦。我对少年讲我即摆呢。一段时间啦。一段时间。系啦。从屏东恒春来的吴清泉先生，他搬来虎尾已经45年。从一个怀抱理想的年轻小伙子，在唐都找机会打拼，到了后来。完成了他的成家梦，好不容易养大了小孩，可是他的小孩却因为虎尾的繁华不在，又继续离乡背井工作，活生生的历史在他的身上重新再次发生。你是人德山遐种我们那时候在我妈妈那个年代，铁厂就被炸毁了，对，而且炸得很彻底，所以就没有开厂这件事情。我无5分车，但是我唔迄个，那边啊。是。hello， 刚好问你们，这太好了，你们骑脚车，我们在找5分车的那个铁轨，然后我们想去跟那个车子跑，你知道要怎么走？就对阮行就好啊。我讲的不是迄个中关铁道，是糖厂的5分车。糖厂的。大概这时阵就再甘蔗啊。恁感觉在地？系啊，我拢住地基路遮尔，家己好买。所以你是好买抢呀？就讲话有当时台湾国语啊嘞啦。还是。对啊。那我们想要去看那个5分车的那个铁路。我们这要去跟那个5分车啊。那我们可以跟着你们去啊。
好，你们就带路，然后我们就跟着你们走。好，那就来啊，是，好。从哪里来的？我们从美国来的，那个是从日本来的。因为美国，我以为北极的。哎，一定要花开紧啊！水嘞，你今日出几班？爱3班嘛4班，你咧开几班？大概2班尔。好。拍照。照啊嘞！谢谢你们，今天很丰富有趣。好，不客气。老师，我们来自拍一下。OK。好1、2、3，耶！待会浩一跟我打算漫游到糖的原点甘稼产，听听郑龙说故事，品尝难忘的古早味。哦，有些我很浓，我假牙都粘在上面的。嗨，你喙齿也对，还可以。没办法。追完5分车之后，做点小运动了，该好好认识这个唐都了。每个城镇都有中山路，而中山路呢，都是最早开发的地区，虎尾也不例外。这条街呢叫中山路，那在日本时期的时候，它是虎尾的第一街。那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前面是铁轨的地方呢，那边呢是南边，往后呢一直到郡役所的地方是北边。然后南边的地方呢，就是日本人他自己的生活区。然后呢，当然台湾人的店家呢，尽量会靠近这边来赚日本的钱嘛。所以这个地方是中山路呢最重要的地方呢，精英就在地方。虽然短短的大概300公尺、400公尺的路而已，可是越靠近这边的话，店家的地价会越好。那你看呢，当时候其实日本人是很有想法的，这条路呢是正南正北。所以这边是最重要的产业呢是糖厂，那边呢是整个的行政区就在对面，所以2个呢遥遥相对改造出来的。100栋啊，拢不会用100栋的厝。因为这个地方是台湾人建的房子，所以他们盖的房子呢，坦白讲品质都会比较不好，或者甚至于日本时期的末期，包括像青年旅社啦，像这家的什么商店，这种古时代啊，连后面的一些眼镜行各方面的东西，棉被店，这是过去很重要的它第一产业的地方。你看前面的地方就是糖厂，后面就是郡役所，我觉得这个空间是一个非常的静态的，但是是有点永恒的感觉。文景花市，你看，他行中山路行到这，看到这间跟别人无啥共款。老店嘛，老店嘛。就问者，你这是拢咧卖画框了还是啥？我看你图都无共款。还是你家己画？过去是有讲画迄电影的看板，即摆是糖画。但是电影的看板就是咱这摆古早时代，迄阵都无电脑输出嘛，所以拢是用油画上面安尼手工的，拢手工。所以你少年就开始画这。系啊，我即摆看到2张，这2张甲你有啥物关系？迄我早期画。你早以为啊？这就是迄冰汉哇，冰汉，哇，这个我小时候看的电影，对。最后一届画电影是当时。
我那久啊，迄差不多伫40年前。你感觉豆啊较老咧，还是虎尾较老咧？迄阵啊是好尾较老者，虎尾迄阵较老咧，啊，即马咧，即马豆啦较老你者。看，明天我去你就知道。1920台湾开始呢改变行政区，所以有变成5个州嘛，台北州、新竹啊、台中、台南。那台南州所管的就是现在的云嘉南地区嘛。那这3栋建筑呢，中间当然是郡役所在嘛，因为是办公室的核心啊，统治者。那这个地方呢，就变成当时候的郡守的官邸。另外那边比较高的，然后5层楼的整个叠砌的，但是合同厅舍就是共同办公室。我以前捌来过，但是无法很清楚。我只想不了解当时的背景。已经成品书店，这间袂歹，这间是故事馆。不过我想很多人大概今天你问斗六的人，问虎尾的人，你跟他讲说你们故事馆在哪边，他们大家都知道。可是你跟他讲说，你们的那个郡守的官邸在哪边，我想大概10个里面有11个人不知道。比较好玩的是怎么去活用它。那我们看到虎尾他这边所做的事情，把这个空间呢叫做故事馆。其实故事馆应该叫做历史云林的历史的整个的简介，在这个地方。这些老建筑在文创在利用的时候，活化上都会朝孩童教育这一块。这当然这个最会最多啦。还有一个是就是在地的文化丰富啊，第2个可能就是那种所谓的文创，这个3个大概都是现在目前比较多的。但是有时候我在想说，这种文创除了这3种以外，还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你主动这类布娃娃哈，对，我很喜欢看到布娃娃下面的一个布条写什么字，可以看看这个。这些小孩子文思还要都枯竭，还要枯竭上，有待改进的。祝云林故事馆生日快乐！我不喜欢看到这个，这个不错。圣诞老公公都会送礼物哦，是有梦最美。乖乖的小朋友写的，这个上好陈水扁是。我刚才那边晃一下哦，因为我觉得里面应该有一些玄机。我是觉得是应该创意在这，因为这个故事馆不是绑一个布偶，而是布偶下面绑那个条子，如果越拉越长，告诉我们说你这个彩带越长的话，故事就越多。我们刚刚坐上5分车啊，现在来到这里，看到这块田，这块蔗田对，我自己看到这一块实在很兴奋。你看看，现在就有那个人家用那种用手工的，就非常兴奋，因为手工的跟做那种采收的就不太一样。我们这味道好舒服哦。你有闻到？有闻到那个那个甘蔗的那个香香的、甜甜的、汁液的味道。拜托了，你没有假牙，小心假牙掉下来。甜啊，比较不那么甜。阿丈，你这问题，我伫以前吼，咱看到拢是迄个卡车了，还有迄种采收甘蔗机、彩色机啦。你即马车内无，你那车内要用人工的哈。用这面积较细。面积较细哦。上头个4面，就是啊，面积纯是粗啊。对。采用人工啊。你家迄个烫手的关的是什么？是固工还是？讲咱算包个面。包。外包。外头外包装的，我知影意思啦，系啦。那你如讲一顿互你偌济？你请工来做。因采愈紧，阮的利润愈高。安尼啊。伫遮做甘蔗吼，已经做几吨啊？做差不多45吨啊。请我去满早，我就去满早；请我去贴，我就贴。所以几撮的了吼。算讲我拢专门做这啦，我较无做别的。甘蔗达人。自少女时代做到即马哦，安尼讲起来。过人甲即马。过人甲即马。甘蔗安尼40几年来，一定伊的品种有改变足多吼。即马改变啊，足甜的，足歹做，因摆更较好做呢。更较好食，即马较歹食，即马食无法，即马要做，即马做工啊，即马人无咧头版是有道理啊，因为愈来愈歹食。做愈歹食是。袂长要偷食。即马咱咧做甘蔗，我看拢较大，年纪拢较大个，敢有少年的来。少年就无人要做这啦。安尼要安怎？这下届无人要做要安怎？要安怎？
啊，实在贵啊，就爱想办法啦。站在蔗田上跟他们聊天，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乡下人真的很热情。干椒比吗？来，老师，你讲我比吹起来。蔗农们下工之后，也邀请我们一起用餐，让我们品尝那个年代的古早味。尤其呢，烤甘蔗，真是让我印象深刻。我最高兴的是，我咬甘蔗，我的牙齿居然没有断掉。哇，太棒了！是，这个是我还很重要，年轻，我牙齿还年轻，代表你的牙医还没有赚到你的钱。我假牙都连在上面的。嗨，你喙齿也可以，还可以。没办法。那天晚上吃那个老阿嬷做的那个挂甘蔗菜崩，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很幸福。坦白讲，我对于那样子的阿嬷指挥现在的年轻一代，丰富的晚餐招待我们，其实是我们这次旅行好大的收获，也是一种感恩。我们吃了很棒的大餐之后，像巷子这样子的一个黄火巷，然后产生了一种很有趣的虎尾的粟米文化。然后这边呢，它是一个80多年的这个小巷有什么东西？哎，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个，你看这个院子，然后看这个房子，然后目前呢是虎尾，对，是这间吗？是这间，你放心进来。你看前面有迎客松在欢迎你。OK， 请进。这个是一个就是当时日治时代的一个所谓新雅式的建筑，一就是已经融合这种当时比较西方的这种粉泥土啦，对，还有放地板，对，你看伊那边的正厅里面呀，他就还用那个2丁挂，用那个瓷砖，是，对。那这个东西你想表达给虎尾人什么样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受？没有了，没那么严肃，没那么严肃。我给你送的。这是一个文化冒险啊！我小镇的文化冒险，我一直认为是这样的。我有没有小城的文化冒险？你也刚刚冒险的对吧？哎，加醋油，好像对，太奢华了。所谓的奢华是说，奢华就来接收。奢华是说，哇，它以后的空间，那你给谁看到？是啊，看那个很漂亮的吊灯，很好的这样子。你简直是把20-30块的书放在那个几十万装潢的那个空间里面。那你讲的模像可能是社会看法，还是讲你的感觉啊？对，对模像的定义不忍心呐。对我来讲，我都是在当下我的人生，我决定做这个代志，我就去做。啊，我就做得起啊。你也26岁吼，我给你拍鼓掌。啊，应该不是，你这是电动病。是吧？可是60号，假设啦，开玩笑。哎呀，你安尼心理过要安怎？我今嘛讲开玩笑，我写几篇文章，我想笑讲一位银发族的文化冒险之旅。真的有银发，这有艺术啊！你看过庙里求来的药签制作中药材的老器具，待会儿黑香江跟我在斗六的百年中药铺淘宝一番。人想啊，讲伊后壁100分啦，头顶吼无智慧啦，感觉食什么药较好？这个啊，黑高饼，黑高饼。我们这是2天1夜的旅行嘛，第2天来到斗六哈。虎尾的糖厂的印象，我虽然很深刻，可是我要告诉你，斗六是另外一种城市哦。这个城市截然不同。斗六这个城市哈，到底有什么特色？我想从最贴近庶民的市场出发，让你看看斗六它的特色在哪里。这里伫1976年以前，
东市是比西螺更热闹的果菜市场，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是淡薄阿公有一种想要来看看过去的白发宫女。是啊，是淡薄这样，原来是这样子，那就给他看一看吧，瞧一瞧去，走。蔬果都长得非常的很好的蔬菜博物馆，你想耍先来，就带学生来，他可以认识啊，这是高丽菜啊，这是花椰菜啊，这是芹菜，这个煮汤多好吃啊！给道菜，你讲过？完了，煮汤对，只是光煮汤就好了。我伫台中最近看到吼，上济个娃娃菜吼，你家有在卖娃娃菜无？娃娃菜这较少人食，也是四川料的。这什么菜？娃娃菜嘛，就是娃娃菜嘛。我一讲娃娃菜就来了，因为这个娃娃菜是因为四川最早是四川来的。那四川来时吼，它是一个比较冷的地方，但是新鲜蔬菜对咱台湾的环境吼。这是高海拔的地方，现在在平地就种的，它是什么意思？我满在这种不追溯。代表驯化了。我终于看到了。啊，我本来还在想说，刚刚怎么这里都没有娃娃菜，表示云林东市场还有一点点冒险的精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木造的结构哈，对，我第一个出来有点历史了，但是我有个大问号，台中第二市场的日据时代的那个木造的建筑的那个结构跟那个建造的方式跟它不太一样。它的木头的材料就跟我们所谓的那种块木啊、杉木就不太一样，对不对？这应该是看瓦皮的哈。我这下面还在卖东西，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旧的菜市场的建筑还在，可是它是比较活络的。就是这个日据时代的木哈，再放在这里哦，我觉得有点可惜。不会啊，我觉得它就是整个历史的一部分，虽然它已经老旧了，掉了几条红木呢，我要试做。啊，做看看。对，虽然它已经歪了一边，你的体重一坐下去会看起来有点歪，就是要有这个弹性感。这东区这边啊，嘛有一个这个风化区，对，这个所在哈，长那个铁基啊路边啊，对，那个风化区很有味道，那个看起来有点文创风化区的感觉。拜托但是铁路旁边的风化区哈，对，合理的哈，铁路旁边因为那个震动吵，可是菜市场旁边风化区这个我觉得要好好研究一下。所以那时候就有车震。我倒是想起来了，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一个是邦嘎，万华哈，对，它的西市场旁边就是风化区。年轻大概25岁的时候，是我到邦嘎，我从菜市场下车，然后走到那个要到报社上班，他要经过华西街，看到我就少年的被100我年过半百要退休的，我也是觉得应该一个。现在目前的称呼已经说帅哥要不要进来？不是啦，下个要巡礼一次嘛，要回家，对，要永远离开这里。是，还有欧巴桑徛底下看看，欧里桑要叫他坐我。少年的欧里桑差多大？你看看，我对风化区的感觉是这样子。听讲来，家咧卖已经卖差不多比少年卖较少啊，半个世纪以上，半个世纪以上了，50年、50-60年了。然后你看它整个的牌子，我很喜欢它这个小柜子，这个小柜子的感觉。有这个，你看 A 啦。哦，这个好。烟腾腾的这样拍上来，你要从这个地方拍得出来烟，拍得到烟吗？有，你从这边来，站这边来看就有。这里也有烟啊，这里有烟。是，我早上不吃海鲜的。哦，是。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海鲜还没醒来。我不闹了。不是，真的是，我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是参政大汉的，我参政大汉的时，自细汉就唔捌食海产。所以海产是初拢伫中昼妈妈买回来了，才来食。下早拢食饭，食番薯饭，食糜。所以你讲海产的这个超级古早味，我可以保证它60年。你上，你这古早味真好呢。我今摆要食到古早味真少啊啦。我都来了，感觉来，比较小碗，比较适合我。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太好了。来，感觉就好。这个好吃！天哪，我这辈子没有吃过这样子的。来，你就买进来。多加。哦，太感动了。
感动是假的感动啦，是这种出来迄种感动。你毋捌看过人遐尼感动的做菜面是这种型的。啊，卖到几点？卖到中昼。哇，哎，你准备嘛就改变。哇，你嘛是拢卖早难过了。对了，你10年卖这样的面，你卖偌济？就可以。一个1块应该卖到即摆变50块。哦，我看到29。是。来，我上，多谢多谢。好，谢谢谢谢。这个烤鱼一定年底会掉的，是。我上多谢。是。好，谢谢。好，慢走。我们如果要了解斗六的繁华，我个人认为一定要走一趟太平大街。这条大街从清朝到日据时代，都是我们中南部重要的交通孔道，也是当时商人休息的驿站。因此，它所盖的建筑物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的繁华情况。短短的600公尺，80多栋日治时期巴洛克式的牌楼历史建筑。红砖女儿墙、山墙还算保存得不错。对啊，那个漫游在太平大街，让人感受到最大的，其实是那街上有许多的百年老店，像是那个中药店啊、手工棉被店啊，还有保留传统文化记忆的，让人家很感动的那个所有的一些店家跟他的画面。房子，应该我研究的话，应该是这边是最久的，超过100年的。如果这是第一家，你觉得他会卖什么？你看一下南北货。明治跟大正其实这个整个的格局跟这个建筑不太一样。你看它差别。我们用花俏来形容也对，用它釉钢也对。再往上慢慢推到这个女儿墙的那个地方，你会发现即使手工，或者他对于生意的好坏的整个的想象，他都用图腾来表示出来。其实咱这条老街看到的，比其他那种老街再造的，对，它因为保留其实永远比再造好很多。是。保留你就会有各种的一些文化讯息的符号出来。是。这里还有一间，给你看一下那个老药铺，百年老药，那个很精彩。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对，然后这个老街如果有老药铺的话、中药铺的话，那真的是最棒。那个老街就很完整性比较够。对，但是应该要好好保存的。何医生，你好，来打扰点。何医生，我来问一下吼，一个人后边吼看起来100分，那头前有淡薄稀吼，啊食什么药较好？啊，你讲？伊即摆人上来讲，伊后边100分啦，啊头前无安尼，我头前100分啦，啊伊无100分，头顶吼无地位啦，啊一若无头前无地位，后边100分，头前无分数，感觉食什么药较好？食海米甲大真的也要啊！这个啊，甲乌狗饼哩。乌狗饼，啊，你说你卖迄阵100当前咧，这重要是恁敢有甲这庙，敢有迄个关系？讲庙因的人抽签了，讲哇，你食什么药摕来遮得？药啊，食来食去都食袂用哩。我去甲病院嘛，食袂使，啊去问心灵，啊心灵甲你出迄个药签，去病院食袂使，人食咧食了好个啦。啊，恶名伫遮哩。为啥你敢有药签？你讲头有药签，你要有无？有啊。我看者好无？过来，这本上好个啦。太好。这本烂去啊啦。烂去，搁较好看。啊，这本啦，这本我过超过啦。那你字足工整的了。你写过毛笔字？你现在抽一个号码多少？我抽题我不要写。你抽一个，假设你抽一个。39号。39号，我找上。我来看39号，前面有你讲啥？舌强结语哑无音，气不调和骨头硬。这里后边100分。有点接近，果然就是说我还需要有很多人生的。有这些，有我教米，这中药我都不认识。好了，这个我要拍下来。啊，以前恁伫这个大街吼，从你遐中药有几间？5、6间咧。一间中药房一定都有3间的杂货店，然后来算起来就不得了啊，差不多是安尼。啊，迄阵啊，新年过出阵，我看有迄金仔店。我记着是金仔店，啊，叫我收起来。生老病死一条街了。对，真的就是这样子啊。那刚好又有妈祖又有观音嘛，所以它整个跟信仰又全部又打在一起，很完整。是。虽然斗六是一个老城镇，不过最近也注入了很多新血，像三小洞，它就是我的秘密基地。它原本来是一个日据时代的政府机关，
豪华防空洞。可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这里，他把它变成了一个农夫市集，3间小茅草屋，6、7个摊子，非常的棒。今天是礼拜天，刚好是小农市集又开张了，我们可以在当地买到当地的时令的蔬果，还有音乐会，还有吃人情味十足的大锅菜。老师，我们现在在煮饭，我们每个礼拜小农都会一起煮饭，一起来吃好不好？今天吃这个大锅饭呢，跟这些小农聚集在一起，我觉得他们的 slogan 非常的好，小土地、小人物、小满足，串起了每个人的幸福。这我是这顿饭我是刻骨铭心的。你想要一睹斗六的复古风情吗？待会儿我们将带大家回到过去，用老音乐串起被遗忘的时光。冻结的东西，时光胶囊在这边。林慧萍、潘越云，这个邓丽君呢？有哎。吃了这一顿丰富的人情大餐，我们又回到老街散步。有一间外观不起眼的名家，让我们眼界大开。它外表普普通通，可是里面却别有洞天啊！你看这个房子跟我们刚刚所看到一些巴洛克建筑的街屋不太一样。进来看看吧。好。这是个老街，太平老街，100年。为什么其他的房子都是巴洛克式早期的房子？你们这个为什么是一个欧亚？这是一般阮为第5代，阮阿太就迁来这边住。其实早期这个家的厝啊，哈，是像安尼长明建筑，就是就地取材，竹子，搁迄个地瓜厝，我们是比在日治时期的在早期更早的房子，清朝的时候的早期的房子，它都是2个是共用壁，所以是头港的，不然就是主边夹力墙。太平大街，像你这样的房子还剩下几间？早期我们的隔壁也是啊，可是它已经拆掉了。因为我就很好奇这些竹子它是用什么样子的竹子的特性来贯穿它的。对。因为好像每个粗细会不一样嘛。有几种我认识了，但是我想说，想听听看主人。好啊，其实你看那个壁面的底，较大基的这啊哈，这一般人叫做那个条啊。条啊伊就大概会用迄个刺竹。好，刺竹你看这拢种的材料内底吼，有刺竹、桂竹，然后麻竹、梦中竹。刺竹的部分就是早期一般咱若围城迄啊哈，还在防护的，所以是台湾原生种。对，就它很可爱，是你可以看也弯弯翘翘。对啊。有个性。对，佮愈厉害的是进前的起厝的人，伊弯弯翘翘安尼，佮会使你去藏龙啊。你什么味道来？什么？这我问阮阿太呢。阿太爱下山树巷才能够问呢。照历史推演的话，应该就湖州山了。清朝的时候，我们大量的进口都是湖州山。你这间我厝一定为恁阿太较近啊。可以保留整条街只剩下这一间，那你们是怎么保留下来的？迄当阵本来阮爸爸讲要甲伊卡掉，阮较想着讲不行，才有妈妈的回忆，阮就跟他极力要去说服他，要让他给保留起来，所以我们就带他去看古迹，
然后去看别人的房子怎么整修，然后开始自己画设计图，然后把处理的阿太、阿祖、妈妈的家具都给它拼出来，然后重新做这个房子的规划。一个房子的保留，不可能只是房子保留，是还有一个人的生活的价值会改变。对，我是念餐饮管理啦，所以你嘛知道餐饮管理一般就是你做家的，你很多都会诉求国外进来的啦，或者什么，然后大家就说哇那个很好。但是当我回到自己家乡来做房子整修的时候，然后再去发现食物里程在地化的时候，反倒我现在的烹调的习惯是，我会去菜市场买阿姨他们种的菜，所以我已经是属于款就拜金哎。可是当你有因为食物的这样的概念转化到你其他的生活的关系以后呢，你也会把你的服装改成在地化，所以变形我自己也改变了很多。像妙柱这样返乡的斗六人其实并不少。这一间百年相簿的第5代传人余修，恐怕也是如此。他原本只是一个日本寿司的师傅，在外头闯荡了一圈后，现在又回来承接这一间老店。侯理事长，你好，而且敢打掉的。怎么会有想法继续来接这样子的行业？这文化传承。文化传承，对，文化不等于金钱的。哦。1884年到即摆呢。对。他们就传几代啊？传第5代。将来你的囡仔敢没有去接这个行业？爱接吧。你怎么去说服你的小孩呢？如果说他说想往外面发展，去外口。弄者伊就想到搁回来。好，对，有道理。一般就是拢安尼，还是需要在外面看看世界之后。给他出去绕一圈回来，他就知道。我尤其看你做那个手工怎么制作。会使啊，好。所以今麦咧沾水啊。哦。要先沾水，打湿了之后，它才能够沾这个粉嘛。好。这是什么点？贵点哈，贵点可能食水可能比迄上面较好。这都粘豆，天然的粘稠剂。你讲这粉是南麻粉啊，沉香莲嘛，莲嘛，全部制香里面的都是中药。就说你闻的会有那种定心的，要高考的考试的，哇，闻这个最好。啊，有诶，咱从咧家有诶人做吼，迄香吼做起来了，迄袂当偏的，偏的皮肤对身体不好呢。对啊，一般香你也摕起来，无点就有味啊吼。对。除非是檀香啊，要不然他们里面都有加那个合成的。所以做这个东西要抢时间呢。对啊，拢要搁看日头。要看日头。所以要靠天食饭。恁这拍摄吼，日头啊伤美，敢会冇？还是讲日头愈美无差呀？高压袂有差。哦，高压的吼。压缩的吼，压缩日头若咩规拢翘起来。哦，啊，恁这也传统就较免玩到。迄就唔免惊，惊就好尔。我一直听说未来云林的市政府将要从斗六转到虎尾，那个时候斗六到底会剩下什么呢？我觉得斗六可以成为文化中心，云中文创部落似乎也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这里就是以前的日据时代的警察宿舍。那这样的宿舍，我每次走到这里都会有一些很奇妙的情感。那个情感是，不是说你年轻的，不是小时候有一个什么很漂亮女孩子，你很喜欢她在这里，不是，都是跟警察的那个小朋友这边打架。日据时代的现在重新改建以后，有的就变成了一些做那个手做的 DIY 的，会有黑胶唱片。但是我首先先跟你介绍一下这一棵榕树啊，因为警察宿舍这个榕树是它本来这个墙，结果榕树长出来变成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对，它有一个风景嘿。但是鸟把吃了那个正榕的种子，然后在这边可能这样子盘在上面，然后就这样慢慢长大，所以呢也刚好利用这个时间可以历史把它就直接锁在上面，那这个旧墙就直接在日本时候的墙就留下来了。其实中台湾、南台湾还留有很多的日本宿舍。那目前大家除了知道说修缮费很高之外，问题是修缮之后做什么？
对，这是喜欢的。那我们今天这个地方，我看它有黑胶的，有小提琴的，像这种的产业，我觉得它除了气质非凡之外，我觉得它也是开创了台湾的很多这样子的日本宿舍们，他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其实虎尾有很多的房子现在老旧了，包括糖厂的是宿舍，它的造型真的就比它还差了。我觉得这点的话，虎尾是得1分。真的啊，这不是斗六都得1分。都得1分，谢谢你，谢谢你。哎，我们刚刚看了那么多的宿舍，现在看到这一间又感觉完全是完全不一样啊！它这个，你看它光这个构想，哎，跟拆掉这个东西就让人家很惊艳。是。你好，你好，是，你好，你好。刚刚我们2个走上来，有一种走进因为音乐的成品店那种感觉。那进来看到这种白亚丽还在这边做哦，那种感觉非常的好。可是我想象这样的空间应该是在某一个城市，但是怎么想都不会想到云林。我很好奇，你自己是云林人吗？不是，我是台中人。我嘛台中人。台中太平，那你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其实说来话长了哦，我们有意大利琴嘛，德国琴、法国琴，也有日本琴，也有大陆琴，怎么没有台湾琴？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台湾做得很好，可是没有办法打 Made in 台湾，或者是顶多只能打 Made in 台湾。我们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只要你愿意做，就像我这2位学生，他也都没有木工基础啊，他们都是从0开始，跟我一样。真的啊？如果有一个人50岁要来这边做，你会收他吗？会啊。因为我也有学生是50几岁的。好，就是我这样，还是你？我。外地人在斗六注入的新生命还真不少。除了威廉之外，这一间黑胶音乐故事馆的老板也是如此。教授退休的张光勋在宿舍修复完工后，他在这里打造了黑胶音乐故事馆，用老音乐来说故事。欢迎光临。谢谢。你参观。哇，看到没有？这是我们年轻时候的冻结的东西，时光胶囊在这边。哦，真是啊！我看了万沙，我看现在还有什么徐伟，看现在很多人都不认识。林慧萍、潘越云，那个李雅芳，哇，对，凤飞飞，谁都没有在啊。帮我们播一个黑胶的好选择。明日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路顶青青照着水滴印阮的美意。青春男儿不知自己要行倒位去。漂流万里，航途也有寂无眠。收了那么多的黑胶唱片，你对黑胶唱片的感情，你怎么去形容它？MP3 的创造者贾博士，伊做出 MP3 来，互大家方便。不过贾博士家己拢在听黑胶，他自己那个记者去访问他，他的办公室后面的一面墙都是黑胶。我真想在这里停留24小时，把每一个重要歌星的30岁都听完。合适可以。哦，原来还有提供，但是还要你的那个要那个放映的地方啊，是不得了。因为每个声音它代表那个时代之外，也代表我们那个年代的心情。很多朋友竟然说：“老板，你们来讲这音乐故事的。”我讲其实不用我讲，这个音乐放出来，应该听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道理。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哇，来这边稍一首歌就
点心炉哦，是不简单。有，有点那个。谢谢，很客气。对呀，欢迎随时来。谢谢。今天这2个城市算平手，我还是觉得斗六比较有一种怎么说？如果没有斗六的平庸，刚刚对你客气，我觉得虎尾是比较屌的。经过这2个城市的细细走过，真的是改变了我很多的观念。我一直觉得它只是一个蔬菜输出的一个城市，可是这次看到非常多的年轻人，甚至守着这个城市的一些年长的人，他们呢共同打造一种新的可能，真的让我非常感动。我觉得不一样在哪里呢？是因为高铁来了。那高铁来了怎么办？我觉得虎尾啊，它该把糖的内涵跟元素符号啊打造得更好。它应该把双城的特色打造出来。我们下次要去哪里？你是台中，我是台南，那我们呢就用3棵老树，你3棵老树，我3棵老树，我们来看看树跟这个城市跟这个人民有什么关系。哎，我希望是3个冰店跟3个冰店的 PK， 那会更好啊。是哈。